在2月10号公布了美国过去12个月的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上涨了 7.5%， 是40年来最大的年度通货膨胀涨幅，超过了华尔街此前的预期。这个新闻会对你的投资策略造成什么影响？黄金还会有什么吸引吗？这个视频你将会知道黄金的历史、世界的需求、供应以及利用马币令吉来投资黄金的9大方式。Hello， 大家好，我是凯旋，一名信托基金顾问。凯旋归来频道主要是用来分享有关大马投资。想要知道更多，记得订阅。物理泰斗牛顿中年的时候担任了逃避局局长，就英国设立金本位体系，把价格固定在每盎司3英镑时期先令10.5便士。当然，这不起眼的改革就把英国送上了最强日不落帝国的关键条件，长期稳定的黄金价格就成为最有效率的通货。黄金生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幅度，最终导致通货紧缩，导致金本位失去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有全球70多%中央黄金储备，黄金美元本位制挂钩每盎司35美元。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和黄金脱钩。巴菲特就曾经说过，黄金在体系瓦解后就完全失去了投资价值，因为它本身就不是生产性资产，纯属投机。而到如今，美元和黄金成为正相关关系，美元涨，黄金也会涨的。我强烈推荐大家阅读《货币战争》宋鸿兵的著作，作者把近代以来金融故事写得非常清楚有趣，这可是我的金融启蒙书。从世界黄金协会1月28日公布了2021年度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我们可以看到金条和金币投资达到8年来最强劲的需求，而各国中央银行积极买入黄金，导致全球黄金中央银行储备达到30年新高。黄金它如今用作避险，也就是当市场其他投资价格波动很大，修到预测金融风暴可能会发生的时候，倾向于把资产转移到黄金一段时间，等到市场慢慢恢复稳定了，再回到主流投资区。那在2020年的3月那个黑天的事情，全部投资包括黄金价格也下跌，美元反而走高。这是因为呢，大家觉得现金在手是最好的，这个可以说是违背常理了。回到我一开始的问题，当通货膨胀的消息出现，金价往往会走高。不过，当美联储提高银行利率时，黄金就会失去吸引而下跌。同理，如果债券利息升高，热钱就会流去债券那里，这将导致减少投资黄金意愿。黄金和债券利率成与负相关。我们要知道，黄金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唯一全球每个角落都认可的东西。虽然我们知道黄金7天24小时全球可交易，但是在本地啦，你要当地的上班时间才能交易嘛。所以说7天20小时，你还是当做常识听听就好啦。在这里我就分享一个常识：人类5000年开采黄金以来，世界上90%以上的黄金都是加州淘金潮之后才开采出来的。更夸张的是，世界总开采量的2/3是1950年来开采的。总共占了全球可开采黄金储备的78%，至今不到200年的历史，就可以把容易开采成熟的金矿已经差不多完毕了。已经看明的金矿储量也是差不多完了，而钻探发现的金矿越来越少。地球有很多黄金都藏在海底，但是暂时都不具备开采价值。简单讲就是挖了血亏。还有为了控制疫情金矿开采也开始停滞，这是为何2020年8月金价达到历史新高，2074.88美元的主要原因。挖矿的成本一直增加，确实是个事实。近2年矿场停工，加上越挖就越深，开采难度就会提升。虽然中国开采量很大啦，但是人家中央银行和消费内需是很强的，而贡献零售的产量多数集中在南美洲，所以南美洲政治情况我们也需要留意。另一方面Recycle 回收黄金，主要回收废弃电子产品。
未来它将会逐渐成为主流黄金来源，占整个婚姻的接近25%。看到这里，接下来我就会分享大马9大投资黄金方式。第一个就是实体黄金，或我们讲金条。通常我们讲金条纯度就是 standard 999.9我们通常外面讲的就是千足金24克拉。你们在金店看到的916，指的就是91.6纯度的22克拉黄金。盎司是以前英国的重量单位，每盎司却等于31.1030克。所以你去金店看到 catalog 看到1盎司金条就不要奇怪了。里面最热门的品牌就是瑞士开发的，最常见的图案就是罗马女神 Lady Fortuna， 其他有澳洲的 Permin， 英国的 Johnson Matleaf， 美国的 Eggers。 所以当你去买黄金的时候要留意，记得要买有 LVMH 承认的，或者是刚刚聊到那些国际品牌这样大部分的金店就能接受你持有的金条不好一点呢，它是有税钱，专业术语叫溢价，你买的比市场价格贵，卖的却比市场价格更便宜。市场价格就是网上搜索 goldprice.org 看到的价格，在各个金店同个重量的金条也有不同的价格，需要你一间间的去询问。一般来说啦，金条越小溢价就越多。当然啦，做到小块的成本当然是更高。大马也有一间私人品牌 Barbie Gold， 有读本地华人报章的就会经常看到专栏。那多维拉黄俊豪就是公司的执行主席，里面有不同重量的千足金，主要比国际品牌较便宜，要有的功能都有，也是一个选择来的。最好的事情呢是它可以 lock price， 有时候当你预计未来的黄金会涨价，或者是你要准备钱，你可以锁定今天的价格，网上就可以 lock price。 那么当你去取你的货的时候，就跟着你锁定的价格来付款。如今开采的黄金大约有一半都被制作成首饰金饰仍然是黄金的最大用途。这个也是有族最中意的每当金价跌到一个吸引的价位的时候金店就买了。金饰具有观赏性、传承、收藏的功能。如果以投资角度来看呢，首饰是不算是一个划算的投资。水钱它本身就很高，因为它的加工费就包含在里面了。金币我们现在谈金币，它贵呢就贵在收藏价值。有些有纪念性的金币，它会有增值钱的，长期收藏在家里以后你拿出来的时候那个价值就出来了。大马国家银行有推出低降 Amas Gold Price， 也是输入金币有国家银行背书权威性很高。我记得是妹妹都有售卖世界范围内有加拿大的枫叶金币美国的阴阳金币中国的熊猫金币这几个接受度比较高的金币小时候你有没有吃过那种金色金的这个那个是吃爽的我记得小时候吃太多发烧了之后以后就没有接触了。根据我所知本地一些在大马的外资银行有卖这类金币具体你要去官网查询。以上聊的都是真的金，占全球黄金需求1/4左右。实物黄金最大的麻烦就是该如何储存保险柜还是特地租一个银行的保险箱这些都是有费用和成本的。在这有特地介绍 buyshareMalaysia.com 这个大马比较有规模的网购黄金网站，可以当做购买你黄金的选项。刚刚聊到3个都是实物，当发生战乱或者像委内瑞拉发生超级通货膨胀的时候那个黄金就是你保金保命的东西印度和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么接下来我就聊聊黄金衍生品的投资方法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就是 Paper Gold Investment Account UIA 就是纸黄金本地各大银行都有 offer 这个 service 的。它方便就是方便在像 online 就可以 transfer 你的 cash
去 paper gold account， 而且这个价格每日更新在银行的官网。这个投资多数都是用来做投机用途的就是今天卖明天就卖今天买今天卖或者是有一些当做储蓄收藏很长时间的，所以这些户口没有受到 BIDM 保障，亏损要自负的。但是有些银行你要付多一点钱，就可以取出真实体黄金作为结算。我这里也总结了各大银行的详情，以2月10日当天为准在 UOB 差价最少，在 CIMB Greek 最大，那么你可以根据这个比较来做出你的选择。这是一个其中银行的一个报价。当你要加黄金，你就看 Bank Sales 的价格，好像这里写的是251块72仙。当你要卖的话，你就看 Bank Buy 242块34仙这差价9.38令吉就是水钱来的。如果你要注册一个黄金户口，大致上需要你去那个银行有来往户口，有些银行有提供网上注册你要去亲自去各大分行询问为准在这里我分享以前在老虎银行的个人投资你看到在存折上只是1克，因为多过1克了，你就可以在网上交易。2014年你4月你173块89仙，你价格买1克。2021年9月你卖出234块74仙总共2年5个月内回报35%。我们接下来聊另外一个 Gulf ETF， 在大马布上马来西亚交易市场有这个 Gulf ETF 08281A， 它的价格趋势相当符合国际黄金走势，最主要的就是管理费相对其他主动型基金较少。我们看到这是前6个月 Gold ETF 价格走势另一个就是大马每克黄金价格走势，非常接近两者。这是因为他们 ETF 是被动跟踪当天早上10点半的伦敦金价格的表现，它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黄金投资，它适合中等水平的投资者来承受风险。像普通布上马来西亚里的股票交易就这样而已。根据2月7日的价格报价是2块42仙，所以说你需要用242块来持有一个 Gold ETF 一手。那么你会想着不然我就要 ETF 中 ETF 来讲市面上出现一种叫 Fund of Fund 的基金种类。如果说你觉得一个国家的黄金 ETF 还是不是很稳，这样子如果是5个5个国家交易所的 Gold ETF 又讲这里我就介绍2021年9月它基金推出的黄金基金，也是刚刚提到的 Fund of Fund 这个种类，他们将投资不少于5个交易所的黄金买卖基金，最低你只需要100块就可以参与了。你只需要透过持牌的信托基金顾问来咨询和购买有关基金，就像刚刚讲的分散再分散这就是它的好处。基金交易分散购买的交易所如美国英国德国等黄金储备较多的国家。如果说你对这个基金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击下面的 WhatsApp 方式联系我，来咨询你更多的基金的详情。我们接下来聊下一个黄金公司的股票。根据YouTube channel Chat 小姐姐的分享大马上市黄金概念股有分2种，一种是零售商也是外面的金店另外一种也是金矿开采业者。买这些股票的底层思维就像各大的能源股一样，每当国际石油涨价有关的能源股票就会一起涨。这黄金概念股也是一样的，和黄金价格有密切关系。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也是个投机因为实际上公司股票你最重要还是要看公司基本盘。当然金价上涨就会使到这些黄金概念股受到追捧，只适合短期炒作。阿雷卡 Capital 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德明认为真正的机构投资者却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减持金饰股。我们接下来聊另外一个 Gold Future 黄金期货这个就会有杠杆作用了。虽然说我本身是没有买过，但是 Future 期货的概念可以分享一下。
期货通俗来讲就是锁定未来的价钱。假设你认为6个月后的价格会从2块钱起到2块5毛，你现在买入看涨期货合约就是2毛2零几，6个月后你成交价格就根据你合约写的2零几来做结交结算，比2块5毛更便宜，你就赚了咯。大马慕尚马来西亚的黄金期货 FGLD 每份合约对标100克的伦敦黄金价，保证金和成交是以现金来结算的，具体操作就是低买高卖，牛市时先买后卖，熊市时先卖后买。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你可以去任何一家本地投资银行去询问，就可以帮你注册一个 future account。最后一个我们聊的是 Quantum Metal UAE 10倍的，这个很少人知道，它是比较低调的公司。低调是主要是因为它是垂直领域的隐形冠军，它重点就是放在 business to business， 它是大马、澳洲、Permi 最大的黄金分销商。2021年才刚刚上市在美国纽约，成为场外交易市场的公司。他们公司有个产品叫做 Gold Leverage Account， 你用250美元当做保证金，付了3%的费用，就可以杠杆10倍2500美元的黄金。你只要熬过黄金价格的增长来抵消3%的费用之后，剩下的就是你的回报了。当市场价格每增加1%，杠杆下10倍，你就可以获得10%的回酬。10倍，如果是你觉得太风险的话，当然它会有 offer 5倍的，每手就是250美元。我曾经是用过他们的产品当市场黄金价格跌到非常有吸引力的时候，网站就会出现库存要完的一个 warning。虽然有点不方便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公司真的是绑定实物黄金这个金融衍生品有利面的，所以它不会滥发。就特别是你要想取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取出实物黄金，毕竟他们家的公司就是做批发黄金的，这种保证。你会问亏的时候怎么办呢？重点就在这里，你只会本钱吧，你不用担心你还要倒贴钱，你不会说爆仓，杠杆也不是说会爆仓。而如果你依旧对黄金趋势有信心，你可以用成本平均法来降低购买成本。好了，我在这里总结了9大大马黄金投资方式，我就不多说赘述了。你可以按照这个图片来看。我本身就是一个新金人新金代表的是经营珠宝。我们知道啦，珠宝首饰这种已经是被锤炼了，新金是首饰之一，犹如珠宝一样需要人工精制而成。所以我本身呢，就是对金饰和黄金情有独钟。个人几年下来对黄金有深切的经验或有心得，所以第一次视频我就介绍黄金喜欢的话就记得点赞支持我一下。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一那就恭喜你了。最后我想提醒大家要小心黄金投资诈骗。我们可以看到这则还可以很新的新闻12万就这样子消失了。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 Bank Negara Malaysia 官网查询Financial Commercial Alert List 的名单。我之前曾经差点入坑了，幸好的是我当时留了心眼不然就是亏这是防不胜防以后我们只能小心留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记得点赞订阅，你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page 凯旋归来，以获取更多有关大马投资内容。想要了解信托基金也可以 WhatsApp 我询问详情。谢谢，我们再见，拜拜。